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周星驰亲述选角内幕，迪丽热巴一句"我愿意"打动了我。前2天刷到一个特有意思的桥段，有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爆料，说自己奶奶瞅了一眼迪丽热巴的海报，随口丢下一句"这姑娘嘴唇薄"，不是能说会道的征兆，是命里自带贵人扶持。当时全家都当老人家迷信，笑一笑就过去了。结果谁也没想到，这话竟然一语成谶。功夫女足上映才5天，票房就干到了8个亿，直接把暑期档炸开了锅。迪丽热巴自己后来在采访里坦白，当初接到周星驰亲自打来的邀约电话时，她第一反应是遇到骗子了，差点就要挂断。星爷多少年没亲自下场导戏了，圈里多少人挤破脑袋想合作都排不上号，怎么可能突然找上自己？直到周星驰在电话那头耐心地跟他聊角色、聊构想，聊了整整几10分钟，他才半信半疑地确认这不是恶作剧。这场合作从一开始就带着一股子传奇味儿。你想想，为了演好峨眉队那个8号前锋玉龙，迪丽热巴硬生生增重了8公斤，体脂率压到14%，每天顶着烈日练颠球、带球、对抗，一天5、6个小时，整整练了3个月。最狠的是那场倒挂金钩的重头戏，她坚持不用任何替身，反复拍了17条，球鞋磨坏了好几双，腰上全是淤青。周星驰在杭州路演时提起他，用的词是松弛感和有天分，说训练时间明明很短，可他一上来就能做到位，每个镜头都有意外之喜。路演现场还出了个小插曲，迪丽热巴踢球发力太猛，鞋直接飞了出去，网友调侃他是射门踢鞋流创始人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那个动作的爆发力和协调性绝对不是临时抱佛脚能装出来的，肌肉记忆遍布了人。票房一爆，红利来的比特快专递还快，立白直接官宣跟迪丽热巴全新升级合作，给的 title 是全新身份、全新形象、全新升级。圈内人都在猜，这次怕不是要升全球代言人了，毕竟立白本来就是功夫女足的独家合作伙伴。电影大卖，主演的商业价值跟着水涨船高，这逻辑谁都能看懂。紧接着又有风声说他已经在谈《功夫女足2》的续约，档期一下子又排满了。说到票房，这部电影的走势确实猛得离谱，上映首日就砍下2.6亿，首周末破5亿，5天干到8个亿。猫眼预测最终票房说不定能冲到30亿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口碑这块出现了明显的撕裂，豆瓣开分6.6，不算高。喜欢的人觉得这是原汁原味的周氏无厘头，热血又好笑；不喜欢的直接开喷，说这就是翻版的少林足球，剧情单薄，人物扁平。有评论说星爷在消费情怀，也有铁粉回怼说这就是他该拍的东西，别端着艺术家的架子要求太高。制作成本据说是3.8亿，回本现在12亿左右。按现在的势头，回本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，关键是看最后能冲到什么高度。说到迪丽热巴本人，她倒是挺有意思的。她在采访里说，拍这部戏全程都特别过瘾，现在回想某些场景还会忍不住笑出来。路演前一晚，他甚至偷偷溜进电影院，戴上口罩和帽子，坐在普通观众席里，悄悄观察大家对电影的真实反应。散场时听到旁边有人在讨论那个8号踢得真像样，他心里别提多得意了。你说这算不算命里带贵人？奶奶那句话悬是悬了点，但周星驰那通电话确实把他的电影路拓宽了不止一个维度。在这个圈子里，能碰上一个愿意拉你一把的前辈，
而且还愿意顶着压力力排众议的选你，真的太难得了。不过换一个角度想，贵人愿意伸手，你也得接得住才行。那3个月的封闭训练，增重、晒黑、剪短发、素颜上镜，17条倒挂金钩。膝盖韧带拉伤后吃着止痛药继续吊威亚，每一个细节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：凭什么这个机会落在他头上？周星驰曾在路演现场直言，他为什么偏偏选中迪丽热巴？因为很多女演员在听到要晒黑、要增重、要素颜、要玩命训练之后，纷纷打了退堂鼓。而迪丽热巴只问了他2个问题：这个角色需要我付出什么？我需要做到哪些标准？问完之后，干净利落地说了句我愿意。这份纯粹和果断，让星爷一下子就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，那个在汤房里啃着冷包子，对着镜子一遍遍练表情的自己。更让人破防的细节藏在片尾字幕里，周星驰特意用维语拼音完整标注了迪丽热巴、迪丽木拉提这个全名，没有用汉字或英文缩写，而是用了他母语的书写方式。这个细节没有拿来当宣传噱头，安安静静地藏在字幕里，却比任何热搜都更有分量。有网友说得好，这是对演员文化本源的最高致敬。片场还有个小故事值得一说，周星驰心疼迪丽热巴为拍戏晒黑了，在路演时反复强调大美女晒黑是很严重的事，语气里满是心疼。结果迪丽热巴俏皮地回了一句：导演，大美女晒黑了也好看。一句话把全场逗笑了，也把星爷的顾虑轻轻化解了。这种高情商和松弛感不是演出来的，是他骨子里的东西。其实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这么拼。早些年拍《克拉恋人》时，他为了吊威亚练到手腕肿胀，拍《三生三世》时连夜拍完夜戏，第2天照样背完整段古文台词。拍《利剑玫瑰》时，为了演打拐女警，闭关3个月进行警务特训。他从来不是那种靠颜值吃一辈子的演员，只是以前一直没有遇到一个真正愿意看他内在的导演。周星驰看中的恰恰是别人忽略的东西。他说迪丽热巴被漂亮的外表困住了，不敢放开演戏，骨子里藏着小人物的倔强和天然喜感。这种一本正经窘迫搞笑的松弛状态，正是周氏无厘头喜剧最难复刻的精髓。所以他才不顾所有人反对，力排众议敲定了他。如今市场的反馈也证明，星爷的眼光依旧毒辣，票房数据摆在那里，口碑虽然2极，但讨论度已经拉满。更重要的是，迪丽热巴通过这部戏，彻底撕掉了精致花瓶的标签，用一身硬邦邦的肌肉和满身泥泞的赛场画面，告诉了所有人，她从来不只是红毯上的女神，更是一个敢把自己拆了重装的狠人。这种颠覆性的转型，在这个迷恋白又瘦的行业里，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当全网都在卷滤镜、卷身材、卷冻龄的时候，他选择了一条最笨也最硬的路，把身体交出去，换一个角色的呼吸和心跳。有人说这只是一次商业上的成功合作，但看过幕后故事的人都知道，这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审美革命。周星驰重新证明了他依然能打造现象级作品，依然能挖掘被忽视的好演员，而迪丽热巴则向整个行业证明了，流量演员和实力派之间，差的从来不是运气，而是敢不敢对自己下狠手。那个关于嘴唇薄命里带贵人的说法，或许真的有点玄学成分，但所有人都清楚，真正的贵人从来不只是周星驰那通电话，更是迪丽热巴在训练场上摔出的每一道淤青，在泥地里留下的每一滴汗。机会是别人给的，但接住机会的能力只能靠自己磨出来。